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至鸿蒙 5.1 及以上版本，解锁芒果 TV 碰一碰功能，即可分享精彩内容。会员抢先观看《了不起的少年》。百年烟火入缸，时光沉淀醇香。一坛好酱藏着中国人最古老的生活智慧，一口瓦缸承载4代匠人100年的坚守传承。在重庆江津，始于1914年的韩式瓦缸酿造技艺，跨越100年岁月。这里没有速成的工业速度，只有天地自然、日晒夜露的古法匠心。上万口瓦缸整齐阵列，沐日月，历风雨，经四季，用整整1年的时间，耐心酝酿人间至味。非遗不止在博物馆里，更在烟火3餐、朝夕劳作里。今天，了不起的少年走进韩式瓦缸非遗酿造基地，让少年走进万缸晒场，触摸100年技艺，体验古法匠心，在一勺酱香里读懂坚持的力量，读懂传承的意义。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给你看看，东临碣石，一观沧海。哇！哎，这个沧海怎么闻起来有股酱油味儿？哎，忘了跟你说了，这是酱油海。在一片浩瀚的酱油的海洋当中，是吗？咱们这个酱油它不是一般的酱油，据说是古法非遗的这个手法。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了不起的少年》。我们的少年呢？我们少年，我们的少年呢？我们俩少年呢？哎呀，哦，少年们在那边。嘿，你们好，快点过来，从缸里爬出来，快点。哎呦，慢点，刹车，好啦，刹车。等一下，我好怕它扑到我脸上。我也是，直接拍在我脸上。相信大家刚刚这一路跑过来的时候，已经闻到了那股神秘的味道，对不对？谁可以形容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前眼园中一大片，香的大家垫脚尖。香的大家垫脚尖儿。哎呦，很写实啊，这个是。鲜香飘四溢，回味一绵长。哎呀，回味一绵长，连广告词都想好了，我跟你说，哎，这太棒了。白晒今年成琥珀，下饭得靠这壶油。下饭得靠这壶油。一红，莫笑田中黑豆老，掌勺里它没味道。黑豆哟，是黑豆吗？黄豆。哦，对了，是黄豆，但是在发酵过程当中就变黑了，所以后面就是黑的豆子了。琥珀坛里酱香沉，老坛日照沉香醇。就是这个感觉又沉又香醇，哎，说的跟那个好的酒一样。哎，你还真别说，这个味道还真就是沉香醇。沉香，对。哎，那么我们的这个酱油到底它古法在哪儿，非遗在哪儿啊？到底有哪些门道呢？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老师为我们来讲解。是在我们韩式瓦缸有20多年工作经验，一直在生产一线的老师傅姜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有请姜老师。有请。这是我一直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请问这里有多少个缸？这里有1万多个缸。哇哦，1万多个！万缸晒场。接下来我们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酱油，好不好？这个酱油咱们有哪些特点？是为什么成为了这个非遗呢？酱油我们韩式瓦缸一直秉承传统工艺酿造，从原料进来到整个生产产出，最短的都是1年的生产周期。酱油的原料都是黄豆、小麦、水、食用盐，只有简简单单的4样东西。配料表很干净。好，然后我们的黄豆要经过淘洗、浸泡、蒸煮，然后制曲，制好的曲，然后加上盐水拌和，下到我们的缸子里面，进入后期的发酵。这个发酵周期非常长，
然后我们每天工人要进行上下翻拌，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不同的风味物质，然后它的酱香味和颜色都是在自然发酵中生成的。所以说，我们后期成熟了过后，不需要添加任何增稠剂啊、增香的、增鲜的这些东西。哎呦，走吧，那咱们去说了尝两口。这么多了，是不是想尝尝了？真去尝啊？是真尝，马上就可以尝到。可以尝。现场可以尝尝，把缸打开，现场看看，在发酵过程当中到底一年四季是什么样。是，走。走。放眼望去，成千上万口古土瓦缸整齐排布，一望无际。每一口缸里都沉睡着正在慢慢发酵的黄豆。不同于快速加工的现代工艺，韩式瓦缸坚守古法真谛，白天沐浴艳阳，夜晚吸纳凉风，日晒夜露，自然纯化。365天风雨滋养，不急不躁，时光慢酿。这就是百年非遗最质朴、最珍贵的秘密。我们看黄豆怎么变成黑豆的？哦，这个颜色纯黑。哪里有黄豆？黄豆已经没有了，它在发酵的过程中慢慢的变成黑色的了。看是不是？哇哦，很漂亮，很浓稠的。然后我们可以尝一尝，哎，哎呦，香吗？好香，我闻闻。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点。现在有很多品牌的酱油啊，上面是非转基因脱脂大豆，它不是黄豆。所以说，今后我们在选酱油的时候，一定要选是黄豆或者是大豆的，不要选脱脂大豆，因为脱脂大豆把油脂去了过后，然后在发酵的过程中没有这个脂香味了，油脂的香味。我们的酱油用黄豆做的，它有酱香味和脂香味。哇，这个酱油好鲜呐！咸过了过后，你会慢慢的感觉到有一个酱香的味道，非常浓郁的。啊，对，我没您会说，但是这个味道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对啊。我们评判一个佐料好还是不好，就是它进到嘴啊，这是佐料吗？我感觉可以当主菜吃。也行啊，我们小时候就拿这个拌饭的。啊，对呀。啊，对。酱油拌饭也很好吃啊。这就是拌饭的感觉，可以直接拌饭吃啊。姜老师，那么请问这一缸，请问发酵了多久？这一缸才1年多。这个才1年对，才1年多。对对对。我们最长的时间有多久了？最长的有3年了。啊，3年对。那时间越长，它的口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一个苦的味道。什么时间段是最美的？大家要选酱油的话，1年以上，3年以内。时间越长，酱香味越浓郁；时间越短，鲜味越突出。啊，难怪这个尝起来真是鲜的啊！所以你要尝浓郁的，就要尝3年的啊，是浓郁的得去那边尝。对。我估计也挺好奇的，怎么从黄豆子变成黑豆子的这个过程？就把它放在里边，它自然就发酵了，还是说还得加？不用加。它在发酵的过程中，黄豆和小麦里面的氨基酸蛋白质会慢慢的进行分解，分解完了过后，就成为我们的酱油，最终把它压榨出来。来，你们仨啊，看起来应该可以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请问什么是发酵？就是特定菌群在某种这个机制里面进行的繁殖。啊，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菌群啊，你说。在密封的空气里面那个发酵，在密封的环境，然后可能还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进行发酵。那刚刚我们把盖儿开了，这岂不是发酵结束啊？环境不一样也是可以发酵的。啊，好。那发酵这个中间有哪些门道，跟我们孩子说说呗？发酵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人要经常进行翻拌，翻拌的目的是上下能够均匀的发酵，要不然面上的黑了，下面的还是黄的。哦，张老师，现在带我们来到这里，这4个缸是有什么意味吗？这4个缸是不同时期、不同时间发酵的。那么现在我们揭开缸，你们先看一下它们有什么区别。好，来，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来，可以揭晓。哎，好，然后我们再开第2个缸。这就是最开始黄豆是黄色，哎，然后第2个缸有什么变化？哦，颜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泥土的颜色。对，
而且它的粘稠程度也发生了改变。然后我们3个缸，哦，然后4缸纯黑了分别打开过后，它的颜色是不是有变化？颜色怎么变的？对，由浅到深。这第1缸，它的发酵时间大概3个月左右。哦，这3个月。对，好，然后第2缸1年的时间。哦，到这儿就1年了。第3缸2年，然后第4缸3年。然后你们可以闻一下这几缸，它的香味不一样的。这个好像没什么香味儿，我看看。越到后面越好闻。哦，这是刚刚那个很鲜的那个味道。啊，这里面就酱味儿又多了一点。啊，所以说它的这就是全是大酱味儿。时间越长啊，酱香味越浓郁。越浓郁。对对对，菜单的高低啊，决定酱油的品质的高低。啊我们的老国标180、186上面的特级酱油都是最高等级了，它的氨基酸态氮达到0.8。我们的最好一款酱油氨基酸态氮达到了1.0。我比最好的还好，比国标最好的还好。比国标最好的特级酱油都高很多。哇，原来是这样的，比最高的标准还要再更高。哎，那是大概是哪一款？哪一个发酵的时间段才能会达到最高标准？当然是时间越久的。第3年。时间越久。对对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万钢晒场里面，我们除了晒酱油以外，还有醋，还有我们的豆瓣儿，也有很多可能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还是请姜老师来说一说。这是我们的豆瓣酱。哇哦！哦，这缸里不一样。哎，你知道豆瓣酱是拿来干什么的吗？来重庆吃回锅肉了没有？哦。红烧肉吃了没？哦。火锅吃了没有？火锅里有豆瓣酱吗？绝对有它。好的豆瓣酱，火锅底料都不一样。来，你闻一下。这跟东北那嘎达豆瓣酱不一样啊，里边那玩意儿都完全不一样啊。有什么差别？没辣椒啊，那边这哪里有豆瓣我都看不到，全是辣椒啊。你再看一下，豆瓣在哪？蚕豆瓣。哦，有。它已经发酵之后，它就会有点碎了。这个就是。对。拿这个。你注意观察哦。蚕豆80%的辣椒，20%的蚕豆。好，那么你就作为我们幸运的第1位体验官，你来尝一下这个好不好？大口干嘛？敢不敢吃？不敢。不敢呐？有没有敢吃辣椒的？是不是有点咸呐？比较辣。比较辣。眼泪也要出来了，是吗？啊？那不至于。不至于啊，跟平时的辣度不一样。对比江西辣。比江西辣。怎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呢？咋了呢？辣懵了。辣懵了。有点呛。啊，有点呛着了啊！哦哟，这个辣度对上海人来说有点不友好。最淡定。不是上海人，我是湖南人，但是我吃不了太辣。其实我也是湖南人。咱出去别说自己是湖南人，你就说自己是上海的。湖南都是能吃辣的啊，湖南啊，我这个啊，我自己证明一下啊，我来啊。搞大一点，一口闷。这玩意儿不是主食啊！啊，这个太吓人了，给太多了。这玩意儿调料啊！加油！好，加油！那么豆瓣酱里面的这个豆子，好像就不是黄豆了，对不对？对的，是蚕豆瓣。蚕豆，好，我先尝一口这个里面的蚕豆。哪有人空口吃豆瓣酱的？酸上吧。太咸了，又咸又辣。没有辣倒是还好。首先我不怕辣，非常的香，辣香是那种辣椒的香味，是我们平时啊做菜炒菜加辣椒又不想太辣，要的就是这种辣椒的香味儿。它有一种豆子本身的那种香味的同时，它还有很高的盐度。然后这个咸度过去了之后呢，有一种反正有一种酱油的那种鲜味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啊，是豆香味。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瓣子因为发酵时间比较长，叫在你嘴里面的感觉是柔软化渣。对啊，现在市面上很多豆瓣，这个瓣子里是叫不动的。哦，还真是啊。所以啊，这个食材之间啊，还真是有很大区别。最主要是呢，这个古法的非遗手法的这些酿制的方法呀，咱们心里吃的也放心健康。所以呢，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手法？我们能不能够让小朋友去见一见、体验一下？可以。走，我们自己去动手来。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韩式瓦岗酱油的第3代非遗传承人，韩爷爷，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欢迎大家。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对酱油有什么好奇的，可以问问韩爷爷。哎，你说，为什么黄豆发酵后变黑了？哦，黄豆发酵后变黑了。黄豆后发酵的时候啊，它是在发酵过程中，它要进行分解，分解过后分解为一种酱色，它在不断的发酵过程，所以它不断的转化。所以我们吃的很多美好的东西啊，都是通过不断的发酵、自然的转变，才能够提供我们人生活的一种很好的物质原料。哎呀，韩老师这可太专业了。但是你要记住一点，黄豆其实是被太阳晒黑的。对，哎，这个就知道了吧？你说，你说，为什么要让它发酵呀？大豆它是蛋白。蛋白经过分解过后，分解为氨基酸，氨基酸才能够是维持人体生活的源泉和我们生命的能量。所以说，它一定要通过发酵。你们准备好成为小小酱油制作师了吗？准备好没有？好，每个人呢都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制作技艺啦。好啦，首先需要一个小工具，对吧？对。好，来，好，大家领好工具，各就各位。我们接下来开始体验。这是我们的搅拌器。也就是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饭菜那个锅铲呢，就相当于这个意思，就是把它搅拌均匀。现在我们这个缸子里面上面颜色很深的，但是我们要进行不断的搅拌，不断的发酵，它才能够更充分的反映出来。你看，我用放下去过后拿下去，一搅起来，你看那上，你看颜色都要浅一点了哈。好，不断的搅拌。把浅颜色翻上来，深颜色放下去。它不是搅，它是把底下的翻上来。对，你们来告一个，来，你看，对，你看两个搅得很专业，你看，好均匀了是吧？这是搅拌，就是我们炒饭一样，把它搅拌好。怎么样？手感如何？还可以。搅拌的时候，这个杆子给你什么样的手感？就非常浓稠，然后有阻力的话比水会大很多，就跟粥差不多感觉。对，你看，很好。在这里，少年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亲手体验翻酱劳作，轻轻搅动酱劳，触摸时光发酵的温润质感。孩子们在亲手操作中明白，一瓶好酱油不是机器瞬间生成，是日复一日的翻动，是四季轮回的坚守，是久久为功的专注。好，那么既然呢难得韩老师来到这里哈，那我就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一下您。比如说哈，我们身后的这一块是叫做万岗晒场，对，好，是非常古法的。那么我眼前这边呢又有许多现代化的建筑，那他们又是执行哪些环节？我们的晒场又是执行哪些环节？我们的晒场呢是属于中间环节。第一个是我们有全面的原料处理系统，中间呢才是我们的发酵系统。这是传统工艺，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发酵成熟过后，就是它处理进行灭菌灌装，就是我们整个厂房从原材料到后边的处理到一致的灌装，我们实现了两头智能化，中间土办法这个改造。原来很多的制取过程之中，在空气里面，甚至外面很多有其他的动物呀，或者是微生物呀，它的杂菌比较多。现在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面，我们恒温恒湿无菌的，就是无杂菌的这个生产环节。等它发酵成熟过后，才把它移到我们这个土办法的这个晒场里面呢，进行和自然界晾晒发酵。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呢，也实行了就是无菌的灭菌的灌装，安全保障，更加放心。所以说，在我们整个产品里面不加防腐剂。韩老师为什么就是这么喜欢这个土法酿制的酱油呢？在我这里已经是第3代了。这112年来，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就是断层。我们爷爷在做，我的父亲在做，我也是10几岁在做。所以说，我们整个历史过程对它有非常很留恋的眷恋的一种情怀。我们不能把我们酿造的这种历史文化的东西把它记忆对丢成掉。所以说，我们有老字号的传承，我们有非遗的记忆一定要传承下去。为我们中华民族延续不断，4代传承，我们尽以我们的
尽该做的事情。对，太好了。对，一勺古法酱油，一碗白米饭，朴素却鲜香醇厚，没有繁杂调料，只有粮食发酵后的本真酱香。那我看这里有2款不同的酱油，咱们用哪个拌饭？我2样都可以告一下。它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的最高等级。这个是有机酱油，特别适合儿童的，就是它的浓稠度没有这么大。选一个。不，我不做选择，我俩都要试试看，好吧？那我就开始盛饭了啊，1勺，2勺。蓝总，先我们放点啥？这里。先我们放猪油，对，再放点葱花，好，放点，再放酱油。先来这个。这个浓稠。你看。你来。来。哇，我感觉好像是有点那种炒饭的味道。对，酱油炒饭。真的很舒服，很过瘾。哎呀香的我想说长沙话了。啥子？很咸的好韵味。很咸的好韵味。哎呦，学得不错啊。按重庆话来说，它怎么说？巴适的板。我觉得葱花猪油在这个里面呢是起到一个油润的作用，酱油呢在里面起到的是一个提鲜提味、增香的作用，画龙点睛。哎呀，真是太好吃了。酱油本身有脂香，再加上猪油的脂香，酱油的脂香是植物的油脂，在我们家猪油进去过是动物的油脂，它一结合起的话，一产生碰撞，哇，这个味道太巴适啦！很咸的好韵味。哇，好棒！我们吃的可开心了，3个人碗里都马上已经吃干净了，孩子们在那边已经把他们忘了，让他们也尝一口吧。对，得让他。那小朋友对这个酱油拌饭应该都是情有独钟的。上海小朋友吃到这种香香的米饭、香的东西会怎么表达？老嗲了。老嗲了。那边是哪里的？我是重庆的。重庆说好吃啷个说？先说啊。好吃。好吃。你觉得好不好吃？好吃，它的味道是咸咸的、香香的。哎呀，老吃家了。你觉得好吃吗？好甜。好吃。好吃。你是哪里的？好吃。上海人。好，那你就用上海话说。表扬一下。我好吃。好吃不？好吃吗？哎呦，韩式瓦缸越吃越香，祝你们幸福，送你们健康。好棒！孩子们大口品尝酱油拌饭，真切感受匠心藏烟火，美味本天然。不只有味觉的惊喜，更有创意的非遗浪漫。在夏景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解锁全新非遗玩法，酱油作画。小朋友，刚刚酱油拌饭好吃吗？好吃，非常好，我吃的也很香。然后我们刚刚吃酱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颜色是有不同种的？刚刚老爷爷给了我一个非常浓的5年酱油，颜色是不是很浓？我加了水以后变成了很淡很淡的酱油颜色，看到了没有？中国古代人画画呢叫墨分5色，墨就可以变成至少5种颜色，其实可以100种颜色，因为你的水加了不同的量，它就会怎么样，有不同的深浅。酱油是不是也可以变成颜色？那么今天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用酱油来画画，想不想试试？在拿到酱油的时候呢，刚刚老师尝试了一下，我先做了一个样板，我用酱油撒在这个纸面上，然后看上去像什么？我觉得它有点像海浪，所以老师呢用了刷子，用了丙烯颜色给它把海浪的线条轻轻的拍，轻轻的画，然后再画上小船，慢慢的游进去，加上阳光，看到了没有？然后桃子姐姐呢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很棒，她把酱油轻轻的倒在这上面，深一层浅一层的酱油，她就画了一艘船。画船之前，一滴颜料滴在纸面上了，我们没有把它擦掉，我们加了很多小的光，它就变成了水里的那个灯。很多大艺术家都是因为一个偶然把它变成了必然，就像波洛克调颜料
用棍子搅着搅着，发现哎，颜料可以滴滴滴往下滴，然后他发明了一种画画方法，叫做什么？叫滴流色画画方法，是不是很棒？然后他成为了美国当代艺术之父，他成为了一个顶流艺术家。有些艺术家就在划线条，划着划着，他就变成了一个专门划线条的艺术家。他觉得划线条很有意思。然后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很特别的纸啊，等会你们可以挑选。一种呢是这种硬板的纸。有背面的啊，这是淡灰色的，还有一种非常高级的麻灰色，还有一种是古代人的酱油色。宝贝们，现在呢，你们来挑纸好不好？你们想要什么？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画一条蓝色的高低错落线，然后在酱油当中，你可以手拿着。这小是山。对，它是山。你可以尝试，这里面再有一些比较深的颜色。你看妹妹，稍微有点安静的这种，把它由深到浅。下次你要记得画东西要有一个节奏感。夏天的怎么样啊？哦，蜻蜓吗？哇，好漂亮！哇，你们都画得好香啊！哇，那个也好好看啊！我觉得这个酱油真的是有不同种泼洒方法。你看这个小朋友，他用酱油这样洒上去，像山，像水，然后山的影子慢慢的一层层。是的，然后用刷子干干的扫，变成水的纹理，然后小油往里面游动。给他一个掌声，很棒哦！好，来看看这个。我刚刚看到他在点的时候特别好玩，它不是泼上去的，它是一滴滴滴上去的。我就在想，哎，他画的是酱油荷叶吗？结果呢，慢慢的就染开了，他就将错就错，把它变成了酱油海，然后添加了海浪和它的海水，然后一点点的光。我觉得太阳正在落下，像是黄昏的感觉。对，就是一种非常壮美的酱油山海图。小画家，掌声！来，夏天同志，夏天我觉得你很棒的，就是把这个酱油，它在晕染的时候，其实它超过你原来的想象。但是呢，你后面添加的鱼和蜻蜓，让整个画面旋转起来了。我觉得有一种流动的美。又有骨架，又有一种流动的美，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夏天，夏老师特别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看看它背后美不美？好美哦！有时候寸在下面的那些作品不要扔掉，说不定呢，经过你的巧笔又变成一个更有意思的作品。然后它下面那一层又变成另外一个作品，无限套娃。是，就像我们的酱油，就是一直拿一个罐子发酵，味道越来越沉。哎，说不定你就可以就是一招鲜吃遍天，今后你就是全中国的酱油画家。艺术，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能量就是让你去寻找和发现这个世界妙不可言的一切美好。在夏老师的悉心的指导之下，看到孩子们用酱油做出这么多优秀的这个艺术作品，我们生活当中这么朴实的一个佐料啊，竟然能升华在艺术上面，也是我们的非遗文化在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出去了啊！惊喜了。一勺浓醇酱香，化作天然颜料，棕色的酱色温柔雅致，层次独特。孩子们提笔勾勒，随心创作，让百年酱油从餐桌调味变身纸上艺术。古老非遗不再老旧，不再遥远，它可以是劳作，是美食，更是创意与美好。一口瓦缸沉淀百年匠心，一味酱香流淌中华文脉。从一年慢酿的坚守，到亲手劳作的体悟，从舌尖烟火的温暖，到笔墨丹青的创意，少年们在观摩、动手、品尝、创作中，读懂了慢下来、沉下心、守初心、做坚持的匠人精神。还是瓦缸，两头智能，中间古法，用科技守护传统，用坚守延续非遗，让百年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非遗最好的传承是看见，是体验，是热爱，是延续。以少年之力续百年酱香，以童真眼眸
传中华文脉。了不起的少年，正以蓬勃姿态，让古老非遗生生不息，代代相传。